特朗普刚在北京和习近平握完手，金价跌了 2%， 可你猜怎么着？历史上每一次和平访问之后，黄金都在悄悄积蓄力量。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发生了什么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了，黄金从35美元起跑。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前发生了什么？美国4月通胀创下3年新高。笑脸合影背后，习近平当面对特朗普说了一句话，关于台湾。高盛今天给这次回调起了个名字，叫健康的回调。如果你以为贸易协议一签，黄金的故事就结束了，那你可能错过了真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接下来这12分钟，我把这盘棋拆给你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好投资。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，周五。这周市场最大的新闻只有一件，特朗普在北京。这是近10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国事访问中国。中美宣布暂停对等关税，中国同意暂停稀土出口限制，市场一片欢呼。金价从高位回调约 2%， 跌到大概4680美元一盎司，而白银反而暴涨 6.15%， 冲到 85.36 美元。但今天我不想和你聊这个表面新闻，我想带你回到1972年，看一段惊人相似的历史，再带你回到今天，看看笑脸背后到底藏着什么。先说一个疯狂的事实，1971年8月15号，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，布雷顿森林体系当场崩溃，美元和黄金强制脱钩，金价从被锁了几十年的35美元一盎司起跑，不到6个月之后，1972年2月，尼克松历史性访华，当时所有人都在欢呼，和平来了，贸易要开了，冷战要结束了。然后呢？你猜后来黄金走成什么样？1972年底，金价涨到约 63.84 美元，一年涨了 82%。1973年底约 106.48 美元，3倍。1974年底约183美元。到1980年1月，金价峰值850美元一盎司。从1971年的35美元到1980年的850美元，10年时间涨幅超过23倍。这就有意思了。表面上看是一次破冰访问，底下涌动的是什么？是美元信用动摇，是地缘秩序重组，是全球资金重新寻找什么是真正的钱。你需要知道的，1972年访华不是黄金牛市的原因，它是黄金牛市的背景音。真正的驱动是布雷顿森林崩溃之后，全球对美元的信任出现了第一次系统性裂痕。访华这种和平事件反而是市场情绪最放松、黄金回调最深的时刻，而恰恰是这种时刻之后，趋势悄悄启动。你可以做的，如果你想自己验证这段历史，有2个免费网站 metalcharts.org 和 gotickers.com 可以查到1971年到1980年的逐月金价，把它和当时的美国 CPI 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黄金从来不在头条最热的时候涨，它在头条都不关注它的时候涨。记住这个规律，把它存进你的脑子里，因为我们待会儿要用。那有人会说，老孙，那是1972年，今天能一样吗？好问题。我们接着看今天的笑脸背后到底藏着什么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把今天的新闻放回历史里看的拆解方式，帮我点个订阅，再点个小铃铛。我每周都会做一期这样的深度内容，专门拆解那些主流媒体不会告诉你的历史镜像。订阅是免费的，但它对我意义巨大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次访华最让我注意的不是签了什么协议，而是习近平当面对特朗普说的一段话。来源是 CNBC、NPR、CBS 新闻彭博社，时间是2026年5月14号。原话大意是这样：如果台湾问题处理得当，双边关系会保持总体稳定，否则两国将出现冲突甚至对抗，整个关系会陷入巨大危险。他还用了一个非常重的比喻，台独和两岸和平就像水火不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贸易桌上可以谈，关税可以暂停，稀土可以放，但有一条红线没动，而且是当着对方总统的面亲口划出来的。这是第一根火药桶。第二根是通胀。美国4月 CPI 同比上涨 3.8%， 是3年最高，自2023年5月以来最高。PPI 月环比涨 1.4%， 是4年来最大月涨幅，自2022年3月以来最大。
同比涨 6%， 自2022年12月以来最高。来源是 CNBC 5月12号、13号的报道，原始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官网。什么概念？关税刚暂停，但前几个月的关税成本已经开始往生产者价格、消费者价格上传导了。通胀不是已经过去，是刚刚开始显形。第三个信号来自高盛，高盛今天把这轮金价回调称为健康的回调，英文叫 Healthy Reversal， 年底目标价$5400一盎司维持不变。他们的理由很直接，全球央行每月平均购金60吨，私人部门对冲政策风险的需求是结构性的，这两个驱动力没有因为一次访华而消失。来源是 The Street Canadian Mining Report Bullion Vault 今年的多篇报道。你需要知道的，把这三件事拼在一起，台湾红线没动，通胀压力刚开始显形，央行每个月在买60吨黄金，市场今天在欢呼贸易和平，但真正在做配置决策的大资金正在用回调建仓，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。你可以做的，教你一个免费的判断工具。世界黄金协会 WGC 官网每月会更新央行购金数据，搜 Gold Demand Trends 就能找到，每季度看一次，比你天天盯着金价波动有用得多。央行买不买比散户情绪准得多。但是这里要泼一盆冷水，2026年和1972年真的一样吗？我得诚实的告诉你，不完全一样。下一段我们看看这次和上次有什么不同。历史从不重复，但它会押韵。要押韵，我们得先看哪里押，哪里不押。第一个不同，起点不同。1972年金价是$35起跑，今天是$4680起跑，基数差了130多倍，10年涨23倍的故事，今天数学上几乎不可能复制。第二个不同，通胀水平不同。1972年美国正在进入2位数通胀的前夜，到1980年 CPI 干到 13% 以上，今天的 3.8% 已经是3年新高，但和当年比还差得远。第三个不同，央行的角色反过来了。1970年代，西方央行是黄金的卖家，整整卖了几十年。今天呢，全球央行平均每月购金60吨，从卖家变成买家，这是结构性的反转，不是阶段性的事情。第四个不同，去美元化的程度。1972年美元刚脱钩黄金，全球还在恐慌。现在什么是钱？今天金砖国家结算，人民币贸易，央行黄金储备占比上升，去美元化已经走了很多年，不是开始，是中断。第五个不同，地缘风险的结构。1972年是冷战中的破冰，今天是从全面对抗里挤出的一次缓和。台海半导体、稀土 AI 多个高风险扣环并存，和平访问能解一个扣，解不了整盘棋。你需要知道的这5个不同点，不是让你看空黄金，也不是让你看多黄金，它是一个判断框架，告诉你哪些逻辑可以复用，哪些不能。复用历史最大的错误是觉得剧本会一模一样，它不会。你可以做的，给你一个非常实用的小练习，把这5个不同点抄在一张纸上，每个月底回来更新一次。比如这个月央行还在买吗？ CPI 往哪个方向走？台海有没有新动作？去美元化有没有新进展？3个月之后回看，你对市场的判断力会比刷100条短视频管用100倍。3句话总结核心。第一句，贸易峰会的笑脸是表象，黄金的真正驱动是央行、通胀、地缘，这3件事没变。第二句，1972年的历史押韵但不重复，起点不同，央行角色反转，去美元化已在中断。第三句，高盛说这是健康的回调，市场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头条天天喊黄金的时候，是头条都不提它的时候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可以做3件事。第一，去 metalcharts.org 或 gotickers.com 把1971年到1980年的金价走势调出来看一眼，10分钟建立你自己的历史坐标系。第二，去世界黄金协会 WGC 官网搜 Gold Demand Trends， 把最近一期央行购金数据下载下来，免费权威，比任何小道消息都靠谱。第三，把今天说的那5个不同点抄一份，存在手机备忘录里，每个月底花5分钟回来更新，
3个月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看市场的方式彻底变了。如果今天这期让你对历史和今天多了一层理解，帮我做3件小事：点赞、订阅，把这期分享给一个还在追新闻头条的朋友。我每周都会做这样的深度拆解，把短期噪音放回长期框架。你的每一个订阅都是我继续做下去的理由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今天和1972年最像的地方是哪一点？最不像的地方又是哪一点？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，我会一条一条看，挑有意思的在下一期视频里念出来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